给你一个时间2025年1月份的时候呢，只要你手上囤积的现金越多，到时候无论是房子、股票还是债券，都会打骨折的贱卖给你。而如果你错过了这时间呢，到那个时候美联储就会大量的印钱，直接把资产的价格迅速的推高，然后现金呢就会不断的贬值。也就是说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反常的现象终于出现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美国越降息，这美元本来应该要去贬值才对的，但是现在这反而变得更值钱了。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当经济学理论都失效的时候呢，这将会复制一遍08年的金融危机。真的会是这样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本来在20年疫情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发生过半次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当时美股直接暴跌到熔断，也就是说人为的去禁止你卖股票，因为那个时候股价暴跌的速度呢比跳楼的坠落还要快啊，所以呢就需要先暂停一下，因为安排资金去支援呢也是需要时间的。但是最后这资金从哪里来呢？还是透过无限的 QE， 也就是没有上限的去扩表印钱，重新的把价格拖上去。也因为这样，这场史诗级的灾难就被资本家硬生生的拉回来了。到现在呢，已经推迟了4年。这本来呢是件好事，继续的赚钱狂欢嘛，对吧？但是现在美国人不买账啊，就算美股涨、房子涨，他们最近还是用自己手上的选票把前任川普呢找了回来，全面的抛弃了资本家支持的这个民主党。这代表什么呢？就跟你找女朋友一样嘛，你现在的女朋友呢不要了，那给你找个新的呢，你也不要，你就要把旧爱找回来。所以这就代表了美国人用选票来告诉你，美国的经济看似是很好的，但实际上他们过得并不好，不然为什么要去吃回头草呢？这同意吗 ？OK， 所以对于资本家来说呢，现在就没有推迟的必要了，不装了。当资本家不喜欢的川普赢了，就等同于全班都选了老师最讨厌的学生当了班长。那这时候留给川普的就有2份礼物，一份呢是在天上的美股，另外一份呢就是在地下的美债。什么意思呢？正常的情况下，现在美国降息了，也就是如果你把钱存在美国的银行，你收到的利息呢就会变少，所以很多的大户都会把这个钱拿出来，甚至因为借钱的利息也便宜了嘛，所以他们就直接从银行借钱，然后拿去买美债。这样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做，稳定无风险的赚这利息差。因此呢，美债就会瞬间的多了很多人去买，美债价格就会被抢高，然后美债给到大家的利息呢就会降低嘛。那么如果你是大户，你明知道降息美债价格会涨，然后给到你的利息呢会下跌，那你会不会提前的先买入美债呢？因为这样呢，你就可以提前在低的价格去买，然后锁定高的利息嘛。等到降息的时候，美债价格涨了，你就可以去卖出赚差价嘛。而如果说你不卖的话，你也可以提前锁定了高的利息，就算美债的利息跌了，也跟你无关嘛。但是问题就来了，现在降息了之后呢，就算美债利息给的再高，价格跌了再便宜，但依然还是越来越少的人去买。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现在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借钱给美国啊，因为之前升息的时候，美债价格是跌的。现在加息了，而美债价格也还是跌的，长期的美债已经卖不出去了，而美股呢，却在川普当选了之后迅速的上涨。也就是说，越来越少的人借钱给美国的同时呢，美股却在越涨越高啊。那这个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川普明年1月份上台的时候，他到底是选择在这个4年里面继续的推高这个美股，然后继续让美债卖不出去呢？还是说他会选择主动的去刺破美股的泡沫，让钱重新流到美债呢？如果说美股和美债都同时卖不出去的话，那美国会怎么样呢？08年的时候呢，美股暴跌了38%，美债短时间被大量的抛售，这呢就叫做股债双杀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，大部分的人都会变成炮灰的。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提前布局，提前预判到后果的话，那么就有2种可能。第一呢，就是没有事情发生嘛，那就皆大欢喜啊，我们就可以放心的该怎么赚钱就怎么赚钱。第二呢，真的爆了，那么我们不但可以逃生，甚至还可以在这里面让身价翻几倍。因为在08年的时候，巴菲特提前持有大量的现金，然后崩盘的时候呢，他又进去抄底，结果身价就翻了几倍。而现在呢，巴菲特也持有天量的现金，而且比08年的时候多了几倍。那么你可以去思考一下，巴菲特他是干嘛的？
他是开基金和保险公司的。保险公司怎么赚钱啊？就是你们给他交保费，他就拿你的钱去做投资嘛。基金公司是怎么赚钱的？就是你把钱交给他，他收你管理费，然后再从你的投资利润分成嘛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不做投资股票，持有现金的成本呢是很高的。而现在他们宁愿持有现金，宁愿买那种3个月就到期的短期美债，也要去卖美股。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呢？今天如果说你不想要沦为这场棋局的棋子，或者是牺牲品，甚至说你希望透过这个局呢来跨越你的阶层的话，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的，因为你预期后续我会给你更多的资讯。那么如果说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，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，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，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。首先很多人会说要关注美联储的升息和降息，因为这是美股是涨是跌的一个关键。那么你现在发现了吗？升息的时候我们连同买美股买 Nvidia 都涨了很多，降息的时候呢，我们上几个礼拜影片提前讲的 Tesla 也涨了很多。所以升息降息都能够推高美股的时候，那还需要去关注吗？我告诉你一个真相啊，美股玩的是有没有免费的钱。什么意思呢？各位，现在在美国借钱利息高不高呢？你知道美国大部分的人都很喜欢借钱吗？但是你知道这些人借钱，他们呢不是用来买股票、买房、买车、买奢侈品之类的，而是用来还学贷。你会发现啊，现在读大学的美国人呢是有史以来最多的。现在的大学文凭呢就跟几十年前的中学文凭一样的，是出来找工作的最低入场券，而这学费呢却翻了几倍。也就是说，学费就越来越贵，但反而呢是越来越多人去读大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政府呢会给他们做贷款，说这样呢就可以改善一代人的知识，让知识呢去改变他们的命运。那么我以前呢还会去羡慕，希望自己可以在美国去读书。直到几年前呢，我认识了一个美国的整复师，他呢就很满意自己的收入，也很感恩读书给他带来好的工作。但是当我去细问，我才发现这个人在毕业的时候呢就已经欠了25万美金的学贷，这钱还到现在呢，每年呢还要继续还4万美金的学贷的。他还说呢自己是很幸运的，因为他的学贷利息只有 6.5%， 而他老婆和朋友呢就要付 8% 的利息。然后呢我就直接傻眼了，这代表什么呢？如果说他每年不拿出4万美金去还学贷呢，他的这个信贷评级就会毁了，以后呢就别想借钱买房买车了。但如果说他还了这笔学贷，他基本上呢都是没有钱可以投资了。这呢就是美国人大部分借钱的利息。所以降不降息呢，对于大部分的美国人，尤其是有学贷、房贷、车贷的人来说呢，都很难让他们去买美股的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闲钱去买，更不可能去借钱买美股。但是这并不影响美股上涨的啊，因为真正借钱投资美股的人呢是不需要利息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最明显的，比如说08年、20年经济不好的时候呢，美联储直接就把这个利息降到0，而且还不断去印钱，这就等同于借钱给你，不收你利息，而且你想要借多少就借多少。但是这笔钱呢，不会借给年薪5万美金的你，而是只会借给那些大企业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人，包括我以前的学校的教科书呢，都是这样讲的：经济不好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去降息。这样呢，很多的大企业就可以用很低的利息借到钱去做生意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去请一些新的员工啊，然后提高他们的薪水啊，或者是投资一些新的项目。如果每家公司都这么做的话呢，这样就可以带动整个经济啊。经济好的话，他们的生意呢就会好嘛，他们的股价呢也会涨嘛。也就是说，把钱免费借给你，理论上呢是让你去做生意，让你去带动经济的。但是今天你是一个 CEO， 你会不会去用这笔免费的钱去做生意呢？如果说经济很差，那么客户手上都没有钱买你的产品的时候呢，你还要去扩大生产，你还要去招员工，你还要去发展业务，就等同于你疫情大家都在家的时候呢，你出去开餐厅，那么你不亏钱谁亏钱呢？所以说经济不好，就算你手上免费借了1亿回来，你拿去做投资做生意，这个反而呢可能会浪费了这笔钱了。而今天你是公司的 CEO， 你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就是替你公司的股东赚钱了，而不是替公司赚钱了。能听懂这个意思吗？替这个股东赚钱，你那家公司并不需要很赚钱的，你只需要让你公司的股价上涨，你的股东呢就能够赚到钱了，因为他们持有了你公司很多的股份嘛。
所以当你有一笔免费借来的钱，你要做的就只是去回购你公司的股票。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啊，如果你说你公司发行了100万股，然后股价现在是50块美金，那么你公司是不是就值5000万美金呢？而回购股票呢，很简单，就是把公司的股票买回来，比如说100万股，你买了50万，那么市场上是不是就只剩下50万股？然后你公司市值依然还是这个5000万美金的时候呢，那么你公司的股价就会很神奇的涨到100块。听不懂了没关系了，再简单一点，就是说你用免费借回来的那笔钱去大量买入自己家公司的股票，市场上面买股票的力量是不是就变大了？同时你买了之后就不卖出去，市场上卖股票的力量是不是就变少了？那么股价是不是就自然就涨了？股价涨了，股东赚钱了，他们就满意了，我的薪水和奖金是不是就会提升？同时我自己呢也有公司的股票，那我自然也赚钱了。那么为什么我还要去多招几个员工，去多开几家分店呢？所以20年疫情美股暴跌到熔断的时候呢，美联储零利率没有上限的去印钱，然后大部分的钱呢都流到这些大企业的手上，而这些 CEO 就去回购自己家公司的股票，美股很快就从最低点涨到最高点，而且呢还不断创新高，而美国签下来的国债呢也因为印钱而创了新高。这听不懂的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。你可以现在这样理解，这就等同于美国替这些大企业借钱，然后把钱免费的借给这些大企业，让他们呢去买自己公司的股票，推高股票的价格之后呢，这些企业的股东赚钱了，而美国呢却欠下一大笔债。所以很多人都看得到，美股很快就涨了，降息呢和印钱呢是很有用的，可以很快的刺激到经济。而实际上呢，涨呢是美股没错，但是赚钱的是那家公司的股东。这些美国救经济的钱呢，根本呢是没有流到普通老百姓上的。我炒股就能赚钱的时候呢，为什么我要去拿钱救你们这些穷人呢？所以实际上疫情之后呢，很多美国人都失业了，现在他们呢很多都是身兼几份工作的。也因为这样，川普的压倒性胜利呢，其实就是美国人用选票来告诉我们，疫情后的这4年他们过得并不好。这还没有结束啊，当这些大企业的 CEO 和股东都赚到钱之后呢，他们就会去买下一些名画之类的艺术品，然后互相的把这个价格炒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艺术品呢是可以拿去做抵押借钱的，而抵押出来的这个利率呢只有 1.25%， 也就是说他们赚到钱之后就可以买艺术品，然后把这艺术品的价格推高嘛，最后呢就可以拿去抵押借更多的钱去买卖股票了，去操控股价了。你去思考一下嘛，1.25%的利息基本上跟你不用还利息差不多了，因为你现在放到银行呢都有3%以上的利息了。那么你拿去炒股亏了怎么办呢？还不上钱的话，那么就把这些艺术品，也就是把那幅画给到银行嘛。我的生活呢不会有什么影响的，我依然还是住在豪宅，开着豪车，依然是个 CEO， 对吧？我给你就一幅画嘛。所以美股呢是涨是跌，看的是有没有免费的钱借给这些大企业，让他们去回购股票。所以很多人去分析整个经济是在升息啊，然后就得出股票会跌啊。还有呢，有些人会看这个公司什么的财报、业绩、估值，甚至说是基本面，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就是说啊，他们不值这么贵，甚至有些公司是亏钱的。所以说对这些人来说呢，就不可能会去买。但是结果就是股市就一直在涨，整个牛市维持了1个月、1年、2年，而这些人呢就一直看着不敢买。然后等到真的跌的时候呢，100块跌到50块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很便宜，然后就进去抄底，结果50块又跌到25块，25块又跌到10块，然后这些人就一直被套牢。就算他们能抄底在最低的10块去买，但是这个股价就几年都不涨了。比如说阿里巴巴是不是就这样的？这些人不但错过了牛市，而一进场了就亏钱，让自己处于这个围墙之下。所以你必须要意识到，在股市里面能不能赚到钱呢？在这个时代看的不是这家公司好与不好，因为再不好的公司，只要有免费的钱给到它的股价都可以炒起来。也就是说，趋势是大于分析，分析是大于预判，而趋势之上呢，就是系统，是规则，是风险管理，是预期管理。因为我们不但要玩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玩高赔率的游戏，而这一切呢是可以形成肌肉记忆，是可以很客观很简单的。简单来说，
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，但是我看到乌云了，所以我不但会知道有60-70%的概率会下雨，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，我赚就赚你100块。但如果那30-40%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，我亏就只是亏1块给你。这样看上去我是在做赌博，实际上长期来说我是在做投资，能听懂吗？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，你必须要在我们快下架之前走进我们2024年的股票投资班。而只要你订阅了，是我的粉丝，这报名费不用$100，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，直接免费给你。错过了之后呢，你就无法再学到这套心法和招式了。所以为什么美国之前升息，或者说就算现在降息，但是利率还是很高的时候，美股依然还在上涨呢？答案还是因为有免费的钱借给那些人去炒股啊。之前影片就讲过了，简单来说，日本之前玩的是零利率吗？这些资本家在日本借钱就等同于免费一样，所以无数的资本家就在日本借钱，然后拿去炒美股。直到之前日本说要升息了，日元升值了，美股贬值了，所以只要你借了日元去做投资，当你还钱的时候，你就要还更多的日元。也因为这样，无数人就卖掉了美股，然后赶快把这日元还掉。比如说，就3天的时间 ，Nvidia 就暴跌了25%。而不知道为什么日本好像就妥协了一样，现在说要去放弃升息了，所以就算美国降息，美国跟日本的利差变少，但依然还是有无数的人在日本借钱，然后去投资美股。因为你不敢升息了嘛，那我就继续借你的钱拿去炒股嘛。所以现在这种借日元投资美股的玩法又重新出现了。因为你会发现这场局的剧本就真的好像我之前讲的一样，虽然美国降息了，但是美元并没有大幅度的贬值，因为很简单，只要其他货币都贬值了，那么美元就相对于是升值的。所以就算美国降息呢，钱要从美国流出来的时候，但因为其他国家货币还是贬值的时候，最终这些钱也还是会留在美国的。这就是拜登政府背后的金融财阀经常用到的手法，这样就可以持续维持强势的美元。所以现在全世界对美元呢都贬值了。但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美元没有贬值就算了，它居然还不断的升值了。也就是说，不但没有资金流走，甚至还有资金流到美国，就跟大家打游戏一样的，平常你该在上路就在上路，该在中路就在中路，该打野就打野。但是现在5个人都聚集到一路，这是不是就等同于准备要打团战呢？为什么我会有开头明年1月川普上台，美国资产可能会崩盘的预判呢？注意听了。首先，我很多年都没有听过那个男人的消息，但是最近居然有消息说他出手了，就是这个索罗斯的做空集团直接用真金白银做空了美国的国债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以前索罗斯的做空集团呢，他们都是做空其他国家的资产，然后就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的。而这一次他做空的居然是美国的国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索罗斯代表的是美国的资本家，是欧盟里，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川普。这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降息，美债这段时间居然还是跌的原因。所以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，那我就不得不根据过去的历史去预判一下这剧本的后续了。如果美债继续被做空抛售，那么很多银行呢就会因为持有了长期美债，然后账面上就出现亏本甚至破产，就好像硅谷银行倒闭一样。同时呢，很多的钱就好像现在一样被逼到转去投资美股。所以巴菲特这几个月呢，就趁着美股上涨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高位卖出自己持仓最多的苹果，还有美国银行。也就是说，这次做空美债就是为了把这钱逼到美股，然后让其他的资本家在高位套现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到，美股在上涨的时候呢，其实成交量并不大了，但是在这几天下跌的时候呢，成交量却是非常大了。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涨的时候其实买的人不算多，只是说没有人去卖，所以价格在涨。但是跌的时候呢，却有很多人去卖，卖的人比买的人多，所以才会跌嘛。那这可能呢就是大户在出货的信号。而之前因为升息呢，美股就吸引了很多全世界的资金，像是欧洲、日本、韩国、台湾、香港这些地方的人过来买嘛。而现在巴菲特一直在高位卖股票，但美国依然有人接盘，依然还没有倒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可能就会复制当年08年的金融危机呢？当全世界的钱都在美股，那么引爆这个美股是不是就等同于收割了全世界的钱呢？而引爆了之后会怎么样呢？川普就会上台去接这个炸弹，
就是你川普上台才会弄到美国崩盘的。如果说连股票、债券都崩盘的时候，川普唯一能做的，应该说谁上台都只能做的一件事情了，就是去求美联储的资本家去无限扩表印钱，然后重复我上面的剧本，等同于美国借钱，然后免费的把钱借给这些资本家，让这些资本家在资产价格的底部去重新买入抄底，最后资本家呢就会重新的掌握了美国大部分的资产。那么到时候美国是谁说了算呢？08年是这样的，去年也是。美国银行倒闭潮出现的时候呢，这些要破产的银行大部分都是被打折了99%贱卖的，也就是说原来值100亿美元的银行呢，现在只值1亿，而且用1亿去收购这些银行的资本家呢，他们这1亿也是从美联储借过来的，而借这笔钱的利息是多少呢？也是接近于0的。所以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呢，每一次赚钱最多的时机并不是在牛市的时候，而是在股市暴跌的时候去做空，在暴跌完之后呢，用接近于0的利息成本去把这些钱免费借过来，然后去抄底，把资产买回来之后呢，我们不但可以拿到定价权，甚至还可以合理的重新把资产的价格推上去。所以重点就来了，因为我会直接告诉你我自己所有钱的布局。对于我来说呢，房地产那些固定资产用来收现金流的，之前说了很多，我就不说了。很多人关注的是我手上的现金怎么分配。首先，现在美股确实出现了很多我们的买入机会，但是我自己呢，也只会是清仓，拿一部分的钱去做短线交易，就是说赚快钱嘛，等同于是打游击战，开一枪打中了就跑。在麻将里面呢，就是只要能胡我就胡，不做大牌，赚到钱就跑。因为美股相当于是一场演唱会，你在看的时候呢，你大概能感觉到它可能快要结束了。那么如果你等到结束的时候才去走的话，那很多人呢就会跟你一起挤出去，你可能呢就会堵车，也就是等同于股市崩盘的时候呢，你想要卖就只能去贱卖，所以你就只能提前走，或者是结束之后才去走。而巴菲特的选择呢是提前走，而我的做法呢是边走边看。所以对于我来说，年头的时候利润最多的 Nvidia 这种中仓的，我几个月之前呢就跑了。现在80%的时间都是持有现金去做投机的。比如说川普上台前影片公开讲了 Tesla， 然后我们自己内部玩的 Netflix 之类的都是清仓去玩的。虽然每一次赚的不多，但赚的快啊，而且频繁的去赚了，这样累积起来呢，利润还是很不错的。这种做法呢，虽然说交易的次数比较多，但是它灵活啊，随时保持着最多的现金，随时跑，就好像拳击一样，打你一拳就跑，打你一拳就跑，但是你又打不到我，对吧？这呢就是股票。而其实呢，现在我大部分的钱有40%是美元、港币现金，就做这种短线的交易嘛，另外60%呢都放进去这个黄金、比特币里面。那么黄金之前就说过了，我中短线交易的 ETF 呢被迫止盈离场了。但是我依然呢会定期的去买实体黄金，因为战争的风险还有美元贬值的风险呢依然存在，而且很可能会升温的。所以实体黄金我是作为避险资产的。那避险资产啊，你就不要期待它涨很多了。我自己呢也不会买实体黄金，都是我让我妈帮我买的。但是黄金 ETF 呢，我一直都有关注，有机会有买点就会重新买回来。而现在卖出黄金 ETF 的钱呢，我就转移到比特币上面，因为比特币刚好在那段时间出现了买点。这图呢是我们这几次的买点，第一次呢是突破红色压力线，也就是突破72000的时候，我们试水温的少量的去买进，因为比特币用了9个月的时间都不能突破红色这条压力线，每一次一碰到呢就会下跌。那之前低买高卖的投机方法呢，很多影片我都讲了，我就不说了。而这一次它居然能够突破，而且是带着极大的成交量去突破，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去买。但是我们也不会确定它是不是假突破，就是说它可能会尝试突破，但是最后还是会顶不住压力，会跌下来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清仓的去买。而最理想的买入点呢，就是77000左右的时候，它出现了几天价格的整固，然后突破的。那突破77000的这一刻呢，就是我们最佳风险最低的买入点，因为它在突破红色压力线之后呢，它就不急着继续涨上去，而是做了一个整固，然后再带着巨大成交量涨上去的。这个呢，你这样理解吧，就等同于涨上去之后，它先休息一下，保全了动能，然后再去涨。那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很多弟子和内部的弟子呢，都有一起重仓去买的。而当它涨到我做影片的前2天，
就几天的时间，其实我们的利润已经有20-30%了。但是它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我们的买入点，就是93000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加仓了去买入。而此时此刻，它又多涨了6%。那这样呢，就是我们交易系统的一个优势。当我们有止盈和止损的计划，我们就可以立马的卖出弱势的资产，比如说这一次的黄金，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后面去亏5%。然后呢，可以很灵活的瞬间把钱转移到比特币。而股票方面呢，我们可以通过筛选的条件，把无数只不符合我们条件的股票筛选走，剩下为数不多的股票呢，我们就会把它放在观察名单上面。一旦出现我们最佳的买入点了，我们就会自动买进的。这呢就是系统的重要性。很多人买股票都是单纯的去看感觉的，没有标准，没有条件。你这样在股票市场里面几万只股票大海捞针，不仅浪费你的时间，而且买到的都是没有什么可以赚钱的潜力的，甚至说很容易就出现一买就跌，一买就亏钱了，就算后面涨上去了，但是又很快的跌回来了。所以说选股呢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而且是要有规则、有系统的去选的。详细的，如果说你还没有报名免费股票投资班，那么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啊！因为之前这个免费投资班就出现过爆满，然后无法去观看了。好了，所以我是预判1月份川普上台之后，这些埋下地雷会逐渐的爆，而其实危机不止这些的，但是对于我们投资布局来说是没有影响的。如果我觉得犹豫了，那么我就会去打游击战，甚至持有现金。而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了。但是下一期有更劲爆的要公开讲，所以你预期会怎么样？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，将会是重中之重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会更改一下，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说你不想要错过的话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财富自由。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给我留言的。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吧，拜。